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我现在在上海的青浦区，这个位置是苏州昆山花桥镇与上海青浦区的交界处。一面是繁华的现代化高楼大厦、高层小区，而一面是田园风光的农村民居。你知道哪里是苏州昆山，哪里是上海吗？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？带大家看一看。前面这条路呢，就是古新路。我现在站在白球江桥上，大家看前面有一个检查的护栏，之前是没有装的。过了这个护栏就可以到上海的青浦区了。对面就是苏州的昆山花桥镇。下面这条河呢，也是吴淞江的一个支流，旁边不远处就是吴淞江啊，到前面就会和吴淞江汇合。大概是以这条河和吴淞江分界的。分成了左边的江苏昆山花桥镇，右边的上海青浦区。青浦区这边就是田园风光的农村民房，花桥镇这边建设的非常的好，高楼大厦林立，看不出像是一个镇的感觉。经济也很强嘛，毕竟也被称之为是上海的后花园，看起来比一些县级市建的都要漂亮。再往前走啊，还有非常大的一片别墅群。是绿地开发的，大概有上千栋吧，看起来也非常的壮观，可以通过航拍能够看得到它的全景。这一栋别墅最起码也要卖上个几百万吧。我们看一下，河里面正在游鸭子呢。这些鸭子呀，稍微往对面游一下，就是跨了2个地方呀。我们现在往上海的农村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现在正值夏季，树木都非常绿了，还有一些农作物也长了出来。这个地方叫做新江村，它属于是白球江和吴淞江中间的一块陆地，四面环河道。前面是青浦区这边种的果园和蔬菜，这里主要就是以蔬菜大棚和水果为主啊。我们看一下旁边桃林里面的桃子啊，都已经非常红了，再过些天就可以摘下来吃了，长得还挺大的。这边也是有公交车的，两边都有公交站台。上海这边的农村民居呢，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楼房了，2棚的。这种建筑形式啊，也是江南民居建筑的代表。以前的造型啊，现在都改变了造型，家家都有很大的一个院子，在门口也有菜地，像这里种的就有黄瓜，还有吃的小菜，那边有生菜，门口养的还有鸭子呢。它的后面也有河道，可以养一些鸭子，养鹅呀。门口也能种一些果树什么的。真正的菜地是在这里，也是在门口对面。我们看到有一位大叔还在里面正在打理呢。这里面种的有黄瓜、豆角、辣椒、玉米、桃树。对面的黄瓜长得好高了呀，在那里面呢，大家可能看不清哈，因为全部都是绿色的。然后这边呢，种的也有玉米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都长出来了，这是大豆。我们老家也会种的，现在种的比较少了。这个大豆长出来可以做大豆油，炒菜吃嘛。然后豆子在青的时候啊，可以剥那个豆子炒着吃，或者说烧稀饭、烧粥都挺好的。这里的菜园打理的非常的好啊，他们主要就是种蔬菜，输送到苏州呀、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在上海市中心吃的一些蔬菜、黄瓜、生菜等等，可能都是青浦这边运过去的。看一看，这是韭菜啊，韭菜割了之后它还会自动长出来。这是西红柿，旁边的辣椒，对面是豆角、玉米、生菜。到菜地里面看一看，真正的农村田园风光呀。所以说大家喜欢对面的昆山高楼大厦、高层小区，还是喜欢这边的田园风光农村民居呢？我个人是喜欢农村的田园风光。住在高楼大厦里面、高层小区里面，就给人一种压抑感。
黄瓜要搭架子的，因为它要一直往上爬。这边也是韭菜、豆角、辣椒，这个我就不认识。那里还有蔬菜大棚。为什么青浦区这边不建高楼大厦呢？第一，上海规划没有规划发展到这边；还有就是这里是作为基本的农田保护区吧，蔬菜种植基地。从这里就能够看到昆山那边的高楼大厦了啊，叫做建涛广场、岳阳集团，那个位置属于花桥的核心 CBD 区域。上海到花桥有这个地铁啊，地铁11号线，非常的方便。很多在上海工作的朋友都租住在花桥这里，因为这边的房租可能要便宜一些。这边种的是葡萄园，这一片葡萄基地还蛮大的，已经结果了，果实结的也挺多啊。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，对于葡萄和水果来说。这个大棚里面种的是西红柿，结的果挺多的，有一些都已经成熟了。它的成熟不是统一起的啊，现在就可以把红的摘下来拿去卖了。前面这一大片啊，种的都是豆角。从这里看过去，对面上海的民房和昆山那边的高层小区，这种反差就非常明显了吧？大家喜欢哪一种生活呢？其实两地反差虽然说有一些大，网上也有一些朋友在调侃说这个地方有些神奇，但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。昆山那边永远都是昆山那边，而这边它就是上海，也是上海户口，那里也是苏州昆山的户口，本身就是不一样的。行，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